我没想到这个 Oregon 的海岸线也这么漂亮，我们下来看一下。也许大家知道美国加州1号公路的海边很美，但其实在它的北边俄勒冈州也有一段值得被看见的海岸风光。这里的海边少了一些游客，多了一份自然，我感觉它更像是当地居民的后院海滩。这次我独自床车自驾美国西北环线的第29天，在离开了上一站波特兰返程北加州的路上，我没有走5号高速，而是沿着海岸线的101号公路南下。也正是在这段路上，让我重新认识了这被低估的俄勒冈海岸风光。说起俄勒冈州的海滩，你可能听说过卡农海滩，但其实沿着俄勒冈海岸线101号公路沿途也有不少既安静又舒服的海滩，就像我这次开车路过的这玛瑙海滩。人们之所以叫它玛瑙海滩，是因为曾经在这附近发现过玛瑙而得名。不过现在的玛瑙已经非常的稀少了，人们来这里更多的是来休闲漫步、野餐放松。这片海滩绵延有2英里长，属于玛瑙海滩州立休闲区。从地图上看，它是在探出海岸一角之下的一片海湾，分别有上下2处停车场和沙滩入口。我是在上方的入口进入的，这一侧还有离它很近的一处灯塔。如果需要走近看这座1873年建立的俄勒冈州最高的灯塔，需要付7美元的停车费。这片海滩的沙子非常细腻，浅滩的面积也很大，但风浪不小，所以这里也有很多喜欢冲浪的人。这片干净的海滩给人的感觉很放松辽阔，周围的人与层层海浪一样，都沉浸在自己的节奏里。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人们喜欢沿着101号公路慢慢的行驶，因为当你转角遇见这样的地方时，也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感受这不期而遇的美好。Oregon 真的好多桥啊！沿着俄勒冈海岸开车，很难不注意到这一路的桥梁，而这些桥大多数其实都出自同一个人——康德·麦卡洛。100年前，他负责了全州11座桥梁的工程，是一战后俄勒冈修建101号公路的关键。它连接了沿海300多英里的公路，取代了以往耗时费力的轮渡，同时也开启了海岸公路的旅游时代。Coffee's ready if you'll have some. Breakfast should be finished soon. The paper called for sun tomorrow. It looks like rain the whole day.这一路可停留的地方很多，如果你刚好在涨潮时段来到这里，或许能在这个叫雷神之井的地方真正感受到海浪的力量。
它是被海浪侵蚀坍塌后形成的碗状洞穴，直径大约有4米，深度有6米，像一个深渊巨口一样，不断吞吐着海水。我来的时候并没有赶上涨潮期间，如果你按它可预测的涨潮时间前来，或许能看到那海浪激起的10几米高的水柱。I don't mean it like I say. Morning left us both defeated, and it's just been one of those days. So I'll have dinner on the table. You can help me pour the wine. The paper called for sun tomorrow. If we make it through tonight.这就是今天晚上的露营地了，在一个州立公园里面。一般州立公园里面的露营地设施都算是比较好的吧，卫生间是可以洗澡的。一会儿吃完饭就准备休息了，明天继续沿着101号公路往前走。那我们明天见啦。又开始过各种桥了，在荒漠中你也可能发现一颗爱心。谁这么自恋呢？居然还听自己的视频。大家觉得这块石头的形状像什么？哎，遇到了个骑行队哎。今天就还是沿着俄勒冈的海岸线继续往南走，傍晚的时候应该就会进入加州了。晚上准备住红木国家公园里面。看了一下，这个桥就是以桥梁工程师名字命名的麦卡洛纪念大桥。它是在1936年完工的，据说当时竣工的时候是俄勒冈州最长、造价最高的桥梁。看上去确实比其他桥规模要大一些。
哇，这应该是一个喜欢旅行摄影的房车玩家。西海岸的特点就是上午的气温较低，海上总是飘着一层雾。今天停留的第一个海滩位于俄勒冈州，这被称为最美小镇之一的 Port Orford。虽然俄勒冈的海线被海上岩石装点的沙滩很多，但每一处都有自己的特色。就比如这个叫 Battle Rock 的战斗岩石，它是来自一个原住民的血泪故事。在1792年时，乔治·华盛顿作为第一批接触当地原住民的外来者之一，他还形容过这些已经在这片沿海地区生活了数千年的原住民性格温和、好奇心强。但仅在60年后，当他们的生活领地遭到严重威胁时，态度就完全转变了。在1850年代，外来的矿工和定居者已经遍布这片沿海，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和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紧张的局势不断升级后，欧洲裔美国人和原住民在罗各河海岸发生了冲突，最终爆发了1855到1856年的罗各河战争。最后经过一系列双方的斗争，原住民被驱赶了125英里，来到了国会为他们专门设立的海岸保留地。所以眼前这踏入海中的拱形岩石被称为 Battle Rock， 用来纪念这段原住民战斗的历史。门外来了一个客人，他好像在等我给他喂吃的。Hello， 嘿，他还挺有耐心的，一直在那儿等了好几分钟了。我虽然没有什么吃的给你，但是可以给你拍张照片，好不好？不好，喂我薯条。虽然我不能喂你吃的，但是我现在得找个地方自己做午饭了。过了中午，阳光就很足了，雾果然就散了。不过这会儿有点晒，戴个帽子做饭。先准备烧点水，把饭做上。开火，这个盒子刚好用来可以挡风。这个速食米饭其实挺方便的，这趟旅程这一盒得让我吃完了，几分钟就好了。然后这会儿把我昨天晚上在露营地没吃完的煎牛肉放里面炒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我野外洗菜的方法，用这个一次性的食品袋，方便快捷不脏手。就好了，把水倒出去之后，把这个菜放里面，这样的话就是维生素、蛋白质跟碳水一锅出。再放一点烧烤的料，香味已经出来了。吃完了，准备继续出发。阳光是最好的滤镜。当俄勒冈海岸被太阳点亮时，
才终于展露它真正的魅力。海岸线总是有一种让人着迷的感觉。太漂亮了！我真的是重新认识了俄勒冈的海岸风光，真的一点儿都不输加州1号公路哎。前面刚好有这种靠边停车的观景点，这必须下去看一下呀。哇塞，那好漂亮啊！这片海滩一眼望过去，好像都看不到什么人哎。101号公路贴着海岸一路向前，每停留一处海滩，都像翻过故事的一章。在上一段海上的回味尚未散去时，下一片海滩就又要出现在眼前。沿途的海滩连绵不绝，随处都能找到让人想停下来的地方。
是的，我又停下来了。虽然这些海滩看上去都是类似的景观，但每处又各不相同。大海像是有着某种神奇的吸引力，总是能让人为其驻足停留。这是我在俄勒冈海岸停留的最后一处海滩。傍晚将至，海上的雾又慢慢地回来了，给这片山海加上了一层柔和。一路走来，我发现俄勒冈的海岸虽然不如加州海岸名气大，但却少了很多游客的喧嚣，显得更加纯净质朴，安静从容，好像更能让人放慢脚步，抚平心绪。According to Brujo, when Icarus fell, he fell in the spring. The farmer was plowing there in a field overlooking, concerned with itself, sweating in the sun.走到俄勒冈海岸的南部，就会进入这绵延整个西海岸450英里的红木树林，也被称为海岸红杉。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树种。成年的红木通常能长到60-70米高。作为这里的本土树种，它甚至还被设计进了俄勒冈的车牌上。不过我接下来要去的红木国家公园却是在加州。我从波特兰沿着101号海边公路向南行驶1天半，300英里后，现在即将正式进入加州。这趟旅程我从北加州出发，途经内华达、爱达荷、怀俄明、蒙大拿、华盛顿、俄勒冈，终于现在又回到了加州。今晚就准备住在红木国家公园的野营地，不过这海上的雾真的有点超乎我的想象。在大屋中露营真是难得的体验。那下期我们就一起去我这次旅程的最后一站红木国家公园，去看看这世界上最高的树木到底有多高。那你记得关注，我们下期见。